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这个气温在户外拍视频真的非常的热，太阳很大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栋闲置房，去年曾经来过一次，和主人家，当时我们聊了一个价格，一时5.8个 W， 他准备把这栋房子给卖掉，但实际呢，别人看过房子之后觉得这个价格太贵了，所以当时并没有买成。那这是进村的道路，将近宽6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。房子呢就在尽头的前方，是一栋砖结构的平房，上面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。这边啊是可以开车下去的，当然我们还是走一段路，把车呢停在这个位置。这边下去呢也是水泥路面，底下是清水江，最后呢流入了洞庭湖。这边靠近城里将近有12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有2公里。其实步行走到集市里面去买东西都是挺方便的。这边是属于土家族，房子的背后啊有些柑橘地，算是一栋闹中取静的房子。旁边呢有2户人家，其中呢有栋房子是没人居住的，有栋砖房呢是住着人的。我们大概给大家看一下，要从这边走小路进去。这2棵杉木啊长得很大了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子呢也是一栋闲置房，没人居住的，是一栋砖结构的房屋，上面盖的是琉璃瓦。这栋房子啊，我听当地人说建好了之后啊就一直没人住，也不知道究竟什么原因啊。如果我们开车过来的话，是可以从底下走，从那边转个弯，车子呢几乎是可以开到那栋房子的院坝。看这栋房子呢还有好几间呢，房子也建得挺不错的，基本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装修，一直都没有住人。整个院子啊大概宽有70-80个平方左右，以前是用水泥做了一个简单的硬化，但是呢上面也是长满了杂草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就在它的旁边。这条进入他们家的土路呢现在是长满了杂草，清理一下车子就可以开进来了。这边是很靠近河边的，距离河边将近也就10来米左右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在底下。刚才我所说的这条马路呢就是从这边进来，当然现在没人在这边住了，所以没人清理，长满了杂草。底下是他们家的一个旱厕，以前呢养的有猪。这栋房子呢就在我的镜头前方，大家还记得吧？之前带大家来看过的。这是一栋砖结构的房子，整个院子呢大概宽有60个平方左右的院坝，都是做了水泥硬化，还打了围墙，围墙的高度啊将近有1米左右。外面呢是一些绿化的树种，也是他们家的。先来看这底下吧。这底下呢是修了一条路，可以通往清水江边的。这外面呢是一座土坎，种的这些绿化树呢都是他们家种的。如果在这边想要有个好的视线，可以把这些树全部砍掉。这边修的是一个石板台阶小路，走到清水江边。以前啊在这边养猪，看江里面的水碧绿碧绿的，很干净。
这是邻居家养的鸭子。小镇呢就在镜头的前方，隔着一条清水江。在这底下呢，以前大部分都是当地老百姓的房屋地基，因为底下修了水坝，有的时候呢会淹没，所以呢房屋呢是搬走了。这些都是淹没区，如果是涨洪水的情况下，这边可能会淹没那个7、8天，最长的时间呢也可能1、2天，水就会消走了。所以在这边呢，种点东西还是可以的。平时啊，来到江边钓鱼的人也比较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抓紧时间看房子，就不带大家去江边看了。其实我来到院子的下方给大家看这座土坎呢，还是就觉得这底下的改造空间倒是挺大的。把这边的绿化树全部砍掉了之后，这栋房子的视野啊，坐在院子是可以直接看到江面的，风景是非常不错的。而且这边的台阶小道呢，走到江边去钓鱼啊，洗洗菜、洗洗衣服啊，都是比较惬意的。这栋房子的结构是非常好的，大概建了有30来年左右吧。房屋的地基做得很好，一直没看到墙面有开裂的现象。基本上重新装修一下，外墙的瓷砖重新贴一下就可以了。而且这栋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的窗户啊是留的比较大的，把这些窗户重新放一下玻璃，用铝合金来做就可以了。是6扇大门，以前的老木门了，看起来都是很有年代感的。这栋房子啊是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坐东应该是坐西朝东的一栋房子。门口呢，视野现在是不怎么看得到，就是这些大树啊挡住了视线。看这边有一颗金蛋子，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结满了果子。这旁边啊是邻居家的老宅基地，现在那边好像是养的有羊。在这背后呢是有一户邻家，2层楼的砖房，背后呢有一小块菜地。楼层高度将近有4.5米左右，堂屋的开间有5米，两边的开间是4.5米。这栋房子总共有5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加上一个偏房，也就是他们家的厨房是在那边的。到冬天的时候啊，可以熏腊肉。来看一下这个外墙外面，实际上可以扩展的空间还是挺宽的，将近啊这座土坎有2米多左右。打个墩子做一个硬化，基本上整个院子可以加宽到2米多。可惜啊，种了这些树，挡住了自己的视线。这些也不是桂花树啊，知道大家有认识的吗？房子是非常安静的，大家也不用担心有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实际上把整个院子打理出来，然后呢那条路修好，车子开到院子里面，每天坐在江边看看风景，钓钓鱼，非常的安逸，对不对？今年时隔1年了，我们再来看这座房子啊，准备给它出一个价格，大概10.8万左右吧。去年呢说的是15.8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比较贵，当时没有谈下来。当然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是外出打工，我们是通过电话和他联系，并且在电话里面说的。这个价格大家觉得合不合理呢？
房屋的占地面积啊，大概算了一下，将近有400个平方左右吧。我主要觉得这栋房子因为都是砖结构，可能改造的空间并不是特别大，相对于来说，它改造的成本可能就不会特别多了。主要还是喜欢这个院子吧，独门独院的房子，靠近江边，而且距离城里、距离镇上都很近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翻开我去年的视频，我们是走到房子里面去看了的。我还记得这一间啊，一进去就有个灶台，柴火灶，而且在灶台的旁边是可以熏腊肉的。院子的门口有一棵电线杆，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移走的。大家也不用担心，这栋房子啊不会被江里面的水所淹没，因为底下是有水坝的，最高的水位差不多就到我们的旱厕下方一点点。那对于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如果进行改造，朋友们，你们有好的一些方案吗？我们走的侧面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进深，将近有8米左右。这边的偏房也挺宽的，背后呢是猪圈，盖的是本地的青瓦。楼层高度最矮的有1.6米左右，最高的有2.6米，是个斜面的屋顶，也是砖结构的。进深呢将近有10米。那这栋房子啊，去年我们在谈的过程当中，主人家也说了可以出租，而且租金的话价格应该是4000多一年，差不多也就300多块钱一个月吧。这个价格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。主要这栋房子也是通车的。朋友们，去年这栋房子的要价是15.8万，时隔1年之后，我们再来看这栋房子，给它10.8万，你们觉得究竟贵了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。我是石头，这期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这几天啊，师傅们都自己骑摩托车过来。现在早上的7点多钟，太阳已经很大了。到下午啊，气温更高啊。我们之前买的19水泥砖用的差不多了，只剩下堆小堆的。还买了一些馒头砖，这边大的是19的水泥砖，那边小的这是馒头砖。这几根立柱啊，费了不少的材料，全部是用19的水泥砖砌的，底下呢打的是fer泥土，预埋的是钢筋。这些立柱里面呢，我们全部灌满了水泥砂浆。上一期啊，我们是画了线，在那边呢要做一个地梁，
现在已经安排师傅在那边把位置给挖出来。这边呢，师傅开始装模，已经是打好了水平线，往立柱之上钉模板，开始装模。总共这边是有8根立柱，要把这些立柱全部串联起来。这边的承重力肯定是比较重的，因为在这边的线脚板之上，我们要建一个厨房呢。那边专门安排了一个师傅在切割模板，把尺寸已经算出来了。今天依然是7个师傅在这边做工。我发现整个院子里面挖出来很多鹅卵石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我们是全部堆放在院子里面，后期在装修房子完成了之后，我们整个院子可能这些鹅卵石用得上，到时候我们给整个院子做一个装饰。今天江面依然是很平静。早上我们来的时候，时不时的看见江里面有鱼在跳，形成的倒影很美啊。上一期我航拍的时候发现对面好像那崖壁之上似乎有几栋房子，不知道那边的房子究竟是用来干嘛的。有机会开车过去看一下。大家别看这么看过去很近，大概也就几百米，但是如果开车过去的话，估计要30-40分钟以上。这边附近都没有大桥，我们要差不多绕到城里面，然后呢再从另外一个乡镇进入对面的寨子。院子里面挖出来的土，我们全部回填在这一块。这边线脚板打好了之后，这些土就覆盖在底下了。靠近马路边上，我们留了1米1的一个宽度。这边呢，以后我们可能会用砖给它砌出来，然后呢回填一些土，在这外面呢可以种点花花草草，还可以种点菜。基本上一家人在这边生活，种点辣椒、小白菜，还有瘸子、豆角之类的，应该都是够了。往这边过去将近有20米左右。现在我们要给师傅们煮个早餐，早餐呢依然是吃面条，中午吃饭。以后每天坐在院子里面看看江面的风景，早上呢还可以去江里面钓鱼。今天我们把家里的小型空压机也搬过来了，装模刚好用。早上我们依然吃的是面条，简单一点，不耽误时间。这些面条呢是我们本地自己擀的面，也是
挂面，还买了一个小冰箱。这边的气温实在太高了，有一台冰箱，你可以冰一些水喝，比较方便一些。庄姐夫你我。看哪一下？你看，你多可你吧。师傅他们留在那边做工，我来城里面买点材料，叫了一个拖拉机，这边买点领子，估计今天要买50-60根领子左右，有4米的、4.5米的，还有5米的。改造一栋房子啊，需要用到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。昨天在下班之前，我们去买了一大车的领子，还拉了3吨水泥，把这边的地梁啊全部搭起来了。这边的圈梁也在装模。把这些立柱啊用圈梁全部圈起来。我发现啊，这边如果打好了线脚板之后，还是挺宽的。以后在这边做一个厨房，再做一个餐厅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这边的圈梁我们打的是30公分的宽度，装好了模板就要到城里面去买钢筋，然后呢直接绑扎钢筋。这边的圈梁啊，我们是从立柱之上直接升起，把它圈起来，然后呢这边是连在后面，变成了一个整体，这样子更牢固一些。包括这个位置啊，我们也是准备打一根地梁，那边呢又有一根梁，这样子连接起来。不管是建新房子还是改造老房子，基础工作一定要做好的。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整个房间
延伸的，1.1米的宽度。这里要砌砖，一面砖墙过去。这个房间的顶呢，我们准备打橡胶板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的基础是做的非常牢固的。这边模板装好了之后，要用铁丝这样子给它绑牢固，大概间隔30-40公分左右，绑扎一根铁丝。这个角落我们是特地留了这么宽，以后啊，这边是一条主路，背后呢是有邻居的，所以呢，转角的位置我们要留宽一些，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。在这个下方呢，我们准备建一个化粪池，所以我们是打立柱上来，先把这些上面的板子打好了之后呢，底下我们再来做化粪池，到时再看怎么去设计，怎么去做。昨天啊，我们是买了几十根领子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栋房子虽然没有多大，但是所要用到的材料还是非常多的。几十根领子现在肯定是不够，因为屋顶上呢领子需要换，还有2楼的楼枕全部都要换，1楼的楼枕全部都要重新来做。因为之前是水泥地面，我们准备给1楼呢全部铺上木地板，所以呢需要楼枕是非常多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